有时候会觉着，旅行就像是给生活按下了暂停键，把人从熟悉的节奏里暂时抽离出来，去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漫步，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，也验证一下对这里的想象。有些误解会被消除，有些滤镜会被打碎，也有一些原本的印象会被再次确认。或许这种短暂的体验和当时看到的光景，会随着时间慢慢沉淀，悄无声息地重塑了一些东西，影响着未来的一些选择。所以，旅行是给生活按下了暂停键，还是按下了加速键？Hello，小伙伴们，欢迎回来！我现在已经从大阪转场到了京都，正在前往今天的第一站八坂神社。在京都的街头走了没多久，就感觉这里的氛围和东京有很大的区别。虽然同样是在市区，街道看上去也很现代，但东京给我的感觉更像是一台严丝合缝的精密机器，每天都在高速运转。而京都给我的印象虽然同样很精致，但又多了一些风度和优雅。在去往八坂神社的路上走了一会儿，突然想起来，其实更想看的是晚上的神社。听说等到天黑之后，神社里面的灯笼会被点亮，到时候应该会更好看，所以就临时改了一下今天的计划，把八坂神社留到晚上再过来。接下来先去福建道和大社。刚刚走进神社的区域，满眼都是这种鲜艳的朱红色，配上蓝天和绿树作为背景，这种色彩的对比和碰撞，在视觉上的冲击力还是很强的。顺着这里的台阶继续往上走，穿过这些朱红色的鸟居，能看到这里的很多游客穿着和服，行走在朱红色的建筑和人群之间，甚至会有一种现代和传统在这里不断重叠的错觉。在整个日本一共有3万多座稻荷神社，而现在的这座是所有稻荷神社中地位最高也是最古老的一座。如果打个通俗点的比方，就相当于是所有稻荷神社的总殿。这里供奉的神明主要是保佑五谷丰登和生意兴隆。在神社里参观的时候，经常能碰到各种造型的狐狸石像，因为在当地的传说里，狐狸就是这位神明派来的使者。跟着前面的人群走在这条看不到尽头的鸟居通道，这里就是很有名的千本鸟居。其实千本并不是说真的只有1000根，而是形容这里的鸟居多到数不过来。随着不断的深入，越往里面走越会发现，这里的鸟居排列的比想象中还要紧密。这些鸟居大多都是由公司或者个人奉纳的，希望能够借此祈求生意兴隆或者实现愿望。柱子上密密麻麻地刻着年份和名字，好像每一根柱子后面都藏着一个人的愿望或者一段故事。光线从红色柱子之间的缝隙里透过来，整个鸟居隧道里面也变得忽明忽暗。除了随处可见的狐狸雕像，这里还有一个挺好玩的细节，就是大家用来写心愿的祈福木牌，在这里做成了狐狸脸的形状。看着架子上挂的密密麻麻的木牌，每个人都在上面画了不同表情的狐狸脸。大家留下的这些生动的笔触，给这座庄严的神社也增加了不少乐趣。
在这里的后院还有2块很有名的许愿石，据说只要在心里默念愿望，然后去把那个石头抱起来，如果感觉石头的重量比想象中要轻，那就说明愿望很快就会实现。如果比想象中要重，那想要实现愿望的话，可能就要多花点力气了。看完许愿石，又跟着人群走进了另一段鸟居隧道，开始顺着下坡路慢慢往山下走。走在由众多鸟居连成的隧道里面，会有一种掉进时空长廊的错觉，心里甚至会希望这条路能够再长一点。但如果这真的是一段可以扭转时空的道路，走在这里面的人可能也并不知道，这里到底是通往过去，还是在走向未来。大概是在这里绕了一圈，最后又不知不觉地回到了刚才第一次进入鸟居隧道的地方。顺着来时的路，从最外面那座巨大的鸟居走了出来。在彻底离开这里的时候，还是忍不住回头，又看了一眼这座标志性的建筑。接下来就跟着人流往福建道河车站的方向走。进入车站以后，发现这里的站台也同样被刷成了朱红色。虽然马上就要坐车去下一站了，但这种视觉上的余韵还是能够在脑海里回味很久。从车站出来到达清水寺之前，还要走一段很长的上坡路。当地人把这条路叫做清水板，路两边都是很有复古风格的房屋建筑，开了很多售卖伴手礼的商店。当这条路快要走到尽头的时候，再回头看一眼，视野会变得很开阔。接下来就要上台阶了，这是抵达清水寺入口的最后一段路。走上台阶之后，眼前就是标志性的人王门和3重塔。今天的天气还不错，空气非常通透，蓝天把这些朱红色的建筑衬托得非常明亮。顺着台阶继续往上走，地势也变得越来越高。
现在来到了清水舞台，站在这座悬空的木结构建筑上，看向远方的市区，会有一种历史和现代在这里发生时空交错的感觉。在正殿的外面有一个很大的铜制香炉，很多人围在这里点燃线香，缭绕的烟雾让这座深色的木质建筑多了一些安静和神秘的氛围。站在清水舞台的边缘往下看，能看到山脚下的阴雨瀑布。游客拿着长柄的水勺来接泉水，一会儿下山的时候还会再路过这里。顺着木质的栈道继续往前走，终于来到了拍摄清水舞台的经典机位。从这个角度看上去，整个建筑都是用巨大的木结构支撑起来的，悬空在陡峭的山坡上，非常壮观。虽然这些木头没有了刚才那种鲜艳的朱红色，但这种原木材质带来的时间痕迹，反而更有一种顶天立地的力量感。顺着下山的步道继续往前走，从这个角度看过去，这座红色的塔被群山包围着，后面隐约还能看到市区的建筑，这里也是一个很漂亮的观景视角。接下来就是顺着山势慢慢往下走，走在被树木包围的下坡路，相比刚才清水舞台那边的拥挤，这里稍微安静了一些。沿着下山的路一直走到底，就来到了刚才在上面看到的阴雨瀑布，也就是大家接泉水祈福的地方。既然走到了眼前，还是停下来看了一会儿。虽然没有去排队亲身体验，但是在旁边近距离观察一下，感受这种传统的仪式感，其实也挺有意思的。从清水寺走出来之后，原本是跟着手机导航的路线在走，结果被带进了一条很窄的小路。刚走进去，周围嘈杂的声音就消失了，这种感觉就像是突然从热闹的景区里抽离了出来。顺着这条小路没走多长时间，周围又突然变得很热闹。这里就是2年坂和3年坂，在日语里面坂就是坡道的意思。这两条连在一起的石板路长坡，也算是京都保留比较完整的传统老街了。这里的地势高低错落，路两边都是传统的日式房屋，在并不宽敞的路中间穿梭，走到街道转角的尽头，就可以看到这座标志性的八坂塔。这座塔其实是法观寺的5重塔，不过大家更习惯叫它八坂塔。
它的位置也刚好在街道的尽头，屹立在2排传统民居中间，在视觉上很有反差感。在这里拍照也很好看，所以这座塔慢慢就变成了京都的一个经典地标。从3年坂一路走出来，过了这条马路之后，在这些纵横交错的街道里，不经意间路过了一个叫安井金比罗宫的小神社，它很安静地藏在一片居民区里面。这个神社里有一块中间带洞的大石头，据说从这个洞里钻过去，就可以斩断一些不好的缘分，还可以结识一些新的良缘。不过当时正在有人钻那个石头，我就没有再继续拍摄。从神社出来，继续往前走，街道两边的建筑变成了典型的厅屋风格，木质的外墙和低矮的屋檐，很多评分很高的餐厅和小店都藏在这些看起来很朴素的门面里面。紧接着就走进了起源这片区域，这里也是京都很有名的传统街区。在这附近还有一条很有名的街道，叫做花见小路。听说到了晚上，偶尔还能看到步履匆匆的艺妓从这里经过。不过在白天的时候，街道看起来还是挺安静的。从起源继续往前走，慢慢走出了东山区的那些老街道，视线也重新回到了现代化的马路上。时间逐渐接近傍晚，随后就来到了今天行程的最后一站，也就是上午临时改了主意，决定要留到晚上再来看的八坂神社。在京都有很多热闹的街道，其实最后都会汇聚到这里。走到这里的时候才发现，从清水寺一路走过来，不知不觉已经穿过了大半个东山区。很多人在参拜之前都会先站在正殿这里，来轻轻拉动上面的绳子，然后带动上方的铃铛发出声音。悬挂在上面的这几根绳子叫做铃序，这个铃铛叫做神铃。摇响铃铛是为了在祈愿之前向神明示意自己的到来。
走进八坂神社转了一圈，发现时间还是有点早。天色虽然已经开始变暗，但还没有完全黑下来。听说这里挂着的那些标志性的提灯，大概要到晚上7点左右才会点亮。刚好鸭川离这里也不算远，就打算先去鸭川附近的河边逛一逛，等天完全黑透了再回来。顺着街道一路慢走，很快就来到了鸭川的岸边。这个时候正是城市的蓝调时间，在鸭川两岸的餐厅和街道已经陆续亮起了暖黄色的灯光。城市的节奏好像在这个时候才算是真正的慢了下来。光是看着在河边散步、骑车，还有随意坐在地上聊天的人，就已经感觉到这里的氛围很松弛了。在河边闲逛了一会儿，看着天色一点点的彻底变暗，算着时间也差不多了，准备原路返回，去看被灯笼点亮的八坂神社。天完全黑透以后，再次走进神社的大门，发现今天的最后一站，把夜晚的时间留给这座神社，确实是一个很正确的决定。神社中间的舞殿上密集排列的白色提灯，现在已经被全部点亮。纯黑色的夜空背景下，温暖的灯火在随风飘动，感觉今天走了一整天的疲惫，也跟着轻轻摇晃的提灯逐渐消散。在京都第一天的行程就到此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